我报名了，一人只要3600，台湾、高雄、台中3天2夜，住好玩好，风光看到饱，包住包车，不包机不包餐。各位朋友一起跟我来见证。打给后，我是穷鬼，这次到了心心念念的民主圣地台湾。这次参加的是一个人只要台币3699，就能在台湾玩3天2夜的旅游团，玩台中跟高雄，还会经过台南、嘉义。这次的行程虽然都是自理餐，但都会安排在地美食街。我吃了嘉义鸡肉饭、旗津海鲜大餐，还逛逢甲夜市，搭渡轮去高雄旗津，逛台中在地渔港，采番茄，还能参观台湾版迪士尼逐梦城堡。最后还有大方提供点心跟试用的购物站，这价格划算吗？让我们一起接着看下去。穷鬼带你解析台湾低价团套路，第一天就能开始走行程了，所以早上7点准时集合等游览车，不供应早餐，所以要自己买。各位啊，我们现在到台湾了啊，那他现在要我们在南崁这边集合，它有很多的那个集合点啊，像台北、南崁、中立，它都有集合点。那我选了离机场最近的南崁，北部真的是又湿又冷，游览车来喽！上车以后，有些座位不能坐，因为有的人跟导游比较熟，所以被包起来了。但还可以啦，只是位置不是自己要的而已。游览车的部分还可以，算干净。由于环保的关系，车上是没有提供矿泉水的，所以要自己自备。今天的行程很简单，游览车会一路往南到高雄，中间放我们在嘉义城隍庙附近用餐，接着到台南一间彩妆观光工厂买东西，然后就到高雄了，逛逛駁二特区附近的战二库，接着就搭渡轮到旗津，晚上就在旗津那边用餐兼住宿。到休息站了，上个厕所，接下来还要再接一些人。台湾的高速公路休息站讲究的就是大间又干净，同时还会结合价格合理的美食街以及便利商店跟贩卖机，同时也有伴手礼可以买。安全带系上哈，我自我介绍一下哈，应该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哈，你们叫我阿令就好了。在台湾搭游览车都会播放车上安全事项注意宣导，这边也可以由导游亲自讲解。当你按它转它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个声音，代表什么？泄气的啊，就是泄法器。你会发现那个门瞬间滑下来了，是因为你们没有仔细去看这个电视。他说为什么我不放？因为放了你们没看。上厕所了，我们现在到云林了，这里是云林的西螺休息站，这里也很有名。嘉义市政府，各位，我们到嘉义了。嘉义城隍庙到了，这一站是自理餐，自己吃自己。会让我们在这边下车，也是因为这边有厕所。台湾公庙基本都有提供厕所。我们现在到嘉义城隍庙这边了哈，导游让我们在这边用餐。这边附近有一个市场，同志市场吧。那这餐是自理餐，要自己吃自己。等一下我就带妹妹跟妈妈他们去附近吃吃看。他们说嘉义来这边吃饭的话，最好是吃鸡肉饭。这里有一间东市场，其实就菜市场里面的美食街啦，里面也有很多可以吃的，像是肉骨酥被预定完了，常常排不到；肉卷也是被预定完了，晚了也是抢不到，而且限2条，看起来真的很好吃，一堆人买才会这样。牛杂汤疯狂排队，位置满了，但有排一定吃得到。如果还有的话可以买，有排到可以尝尝，挺不错的。也有其他点心能选，像是春卷跟台式甜品荤桂。这里的市场是真正的在地人逛的，卖的东西也很多。不过稍微走几步路的话，走到文化路那里也有其他东西能吃。其实来台湾嘉义这边就是要吃鸡肉饭，国外游客通常都是被推荐去吃喷水鸡肉饭，但其实文化路附近看到的就很好吃了。像这间不需要纸跟笔，用口头点餐，阿姨都记得住。来，粉丝们先闻香，等一下吃完就要上车了。吃饱喝足，这一站1小时刚刚好。导游在车上都会加减介绍在地风景人文，其他时候就是给我们放牛吃草看风景。像是下一站是进购物站，导游也会大方说出等等就是要进购物站了，因为有赞助什么的。每个地区呢有它生产的它是以农业跟渔业为最主要哦。比如说
麻豆产什么啊？文旦嘛，对不对？哦，观光工厂哈，你们就说哈，嘿，你要带我们去买东西，我这个人都很诚实，就是带你们去买东西哦。然后第二个呢，支持我们台湾的产业啦。我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呢，所以说呢，其实哈，这个观光工厂呢也会赞助我们呐。哦，比如说你们进去一个人头给我们20块、30块，就是补贴什么车资嘛。然后再来礼拜六也是假日，这个车资都很高的哦。我们这里也有同业，这个他们都知道的哈。那我们的这个台剧呢，哦，它在我们台湾其实也将近40年的历史哦。我们刚刚有人在讲，应该有人去过了哦，也有去过哈。其实呢，它的东西真的非常好。我站在这里，我不是说没有用过它的东西，我在说，我真的用过它的东西，而且呢，它的东西呢，在哪里？在我们的百货公司哈。其实它做的是什么呢？它做的是代理。所谓的代理是什么？它有很多的加工部分呢，是由它这边呢做出来，因为他们自己有恒硒的这个什么呢？这个研究。那比如说你们所知道的哈，有一些产品来，香奈儿、兰蔻、日本的资生堂、高丝，哦，甚至呢韩国呢，他们那个秀那些，哦，他们都会找他们来做代工。基本上都是简单介绍一下，也没说什么一定要买，不然他们没底薪之类的话，也没有进购物站前的那种心脏喊话，给你上亢奋状态之类的。不过我们已经到了，乍看之下，这就像一座漂亮的观光园区。好，我们进片头，爱睡就爱来，台剧美妆观光工厂。上完厕所以后，就进小房间开始上课。这是只有团客坐游览车来的才有，你一般散客顶多外面晃晃而已，是没有上课的机会的。而且也只有团客能拿到优惠券做使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基本上就是讲解美妆的优惠以及产品试用，在听课过程中举手讲答，还有小礼物的。讲课过程不外乎就是跟美妆有关。来，没有推送你们一个小礼物哈，现在这个叫时空胶囊，这个怎么用呢？刚从这个精华液5用直接给它点，一人一份，帮我传过去。即使没有抢答到也没关系，每个人也会送一个见面礼。但其实这间不叫购物站，这叫做美妆观光工厂。我个人觉得很佛心，为什么？从大家集合就坐在里面听课到出来，这过程25分钟不到。听课结束了，完全没什么压力。外面就是卖东西的地方，这地方除了美妆洗浴用品，也有梳妆打扮用品以及饼干零食，讲究的就是一个多元化销售。不得不说，台湾人的购物站就是2个字：讲究。这里厕所也是干净，又有自己的风格，外面的造景也是走完美可爱路线，甩不知道其他国家旅游团的购物站几条街。如果不想被推销，也能在外面等。里面的产品基本300台币起跳，官方网站售价都查得到。我个人是想说，既然都来这边了，他们的产品洗面乳、沐浴乳都这么贵，那我不如在这边多洗多用，我不就赚到了吗？穷鬼赚到了。这观光工厂上课的教室很多，所以游览车都一车一车的来。不过太可惜了，这一站没有买就上车了。下一站朝高雄前进。因为呢，我们台湾有10大建设哦，今天跟各位讲过哦，10大建设呢是在1976年呢开始兴建，1979年呢陆续完成哦。那高雄呢有3项。因为没有使用联络群组之类的东西，导游会在车上报晚上要住的饭店房号，自己要记住哦，不然发房卡会混乱。战二库，这个在高雄港这边，旁边就是不二艺术特区。这里本来有白色旋转木马，可惜拆掉了。小孩带来这边放风也是挺不错的，里面座位休息区也很多，不用一直走来走去，要消费才有位置坐。里面有1、2楼，还有仓库旅馆、文青商店，卖吃的卖喝的，厕所也不收钱，环境也好。这景点免费的，走走逛逛挺不错的，适合看海放空遛小孩。结束以后，导游要带我们走路去轮渡站，搭船过去旗津了。从战二库走路过去鼓山轮渡站，只要10分钟。现在要从高雄过去旗津，除了可以搭船，还有海底隧道可以开车、骑车过去。船
船不只能载人，也能载摩托车过去。各位，我们上船了，出发。你怎么知道便宜的？你怎么知道这个团的？我们朋友揪的啊，哦，我们就揪了20个，一共20个。所以啊，台湾人哪有不支持国旅？只要便宜，都马揪出来气头哦。但因为价格一样的东西，国旅带给你的情绪价值没有国外来的高而已。后面会讲。其实啊，旗津同时也有小鼓浪屿的称号，但却拥有鼓浪屿没有的便利以及价格实惠的小吃。像是这条旗津老街，这里不仅有夜市，也有海鲜快炒，便利商店也是随处可见。台湾的便利商店跟其他国不同，价格都是一致性的，不会因为到了偏远的地区而涨价。这里也有古早味的小吃，像是春卷冰啊、白糖粿、番薯碰，这些都很好吃且便宜。古早味番茄切盘，第一次来高雄旗津也是必品尝。价格合理的摊位蛮多的。吃饭了各位，这一站给我们自理餐，来旗津就是要吃海鲜。像这边有间海港餐厅，找看顺眼的进去就好了，也能使用 Google Map 看看哪间店顺眼，挑自己想要吃的海鲜，就能请店家料理了。海鲜是依实价算的，里面也有一些快炒可以点。像这次点的比较贵的就是那4只大虾，还点了炸银鱼、炸芋头丸、炒蛤蜊、丝瓜、3杯中卷。这一餐3个人吃有点饱，但也花了2300了。我拨好了，先请粉丝们吃大虾虾。吃饱喝足回饭店。旗津道沙滩酒店，这间是旗津唯一的饭店，1楼是观光市场，2、3楼才是饭店。从码头走路过来5分钟就到了。饭店正对面就是旗津海水浴场，出饭店就能玩沙看海。我来开箱一下那个饭店怎么样哈？饭店开箱环节。哇，天哪，这不是吧？这个我们是3人床的房间哦，给大家看一下哈，来这里，我们看一下它的咖啡怎么样？这个也是知名品牌，他们的知名品牌，杯子都有，好呀，赞，好，冷水壶冷水壶，还给你一个自己煮的茶壶。我们来看看冰箱有没有水好了。没有水啦，可是给你这个小饮料，喝 Fin， 免费的。好，再来，这个止滑拖鞋，这个防滑地垫等一下试一下。吹风机感觉风量不是很大。刷牙用的杯子。水龙头有没有正常？好，正常。好，我们看浴室哈。哇，浴室。2合1，洗头发、洗身体，再来润发乳，连空口看有没有正常？水压够强 ，OK。花洒就不测试了。来，第2间厕所，够大。来，看马桶有没有正常。听这个声音正常准没错了，水压够强啊，任何东西都可以压下去。重点是它有2个水龙头，2个洗手台。哇塞！2个人刷牙、洗脸什么的不打架。来，再来看一下这个
哎呀，他们的服务哈，也可以用电话啦，也可以用扫赖啦，这样子啊，来看一下。哦，他们抽屉里面有圣经哎，哇塞，还有什么？哇，连这本都有哎，看不懂。哇塞，有佛经，有圣经哦。啊，再来看一下他们的床好了，够大，卧铺哦。好，这床应该晚上很好睡了。介绍完毕啦。来，我们来到饭店哦，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来，床底下有没有藏东西？没有。好，那这样就可以确定我们的饭店安全有余了。由于环保的关系啊，饭店不提供牙刷、牙膏，若有需要，可以在饭店柜台购买，价格就不输。这些东西会波动性涨价。除此之外啊，这边的水不提供瓶装水，所以饭店这边有饮水机。我们房间桌上的冷水壶就是给你装水的。这间饭店走廊狭长，如果是比较远的房间，走到电梯口啊，至少要1分钟，基本上还能接受啦。各位晚安，明天见。大家早安，早上给各位吹吹奇经的海风，等一下就带大家一起去吃早餐。由于8点就要出发，太早下来还没7点，早餐是不开放的。终于不是自理餐了，能吃到饭店早餐就是舒服。这边饭店菜色偏素，但还是够吃。来讲讲今天第2天的行程，今天就要一路往北去台中啦。首先第一站会来到我们的购物站蚕丝文化园区，卖蚕丝、皮胶、棉被之类的。接着中午用餐是自理餐，会到台南美食小吃天堂波花街永乐市场，然后就会到我们最期待的台版迪士尼欧乐沃逐梦城堡，让我们在那边拍拍照。接着就会一路开到台中，晚上逛逢甲国际夜市，晚餐也是自理餐，就顺便吃晚餐。同时晚上住宿的地方也在逢甲夜市附近。今天一整天又是赶车的行程，所以早上8点就要集合出发喽。唯一的肉丝啊，这边没有肉啊。早餐自助吧唯一的肉了啦，请粉丝吃。吃饱喝足，自己收拾餐具，准备上车出发。各位，我们一起车览体验过港隧道。由于早上的第一站是购物站，在车上导游也只是稍微讲一下，带过一下，没有讲的特别深入。讲的好不好我都支持。这个过港隧道呢，花了大概3年多的时间，1981年开始兴建，然后呢，1984年呢完成。当时呢要过这个过港隧道是需要付钱的，当地居民不用钱，但是呢，你如果要进来的话是一定要付钱的。可是后来呢，高雄市政府发现了这样不好啦，我们要推什么？推观光嘛。所以1993年开始呢，过港隧道就不收钱了。那这个时苏曼呢，其实它这个品牌呢，它主要是做外销的，它并不是在做内销的。所以呢，你们可能呢要到外面去买这个品牌，你们也买不到。但是人家这个品牌呢，最少也有30-40年的历史了。那这近几年来呢，它开始研发的另外的一种，你们可能也有买，叫乳胶。其实，台湾的纺织业台南是很多的，但是呢，70年代以后都跑到大陆啊、越南啊、印度啊去了。那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说我们台湾啊，近几年来，咱的纺织业又起来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骄傲。MIT 三名呀？为什么后来有人想 MIT Made in 台湾 Made in 台湾 MIT 是怎么来我们这是我们台湾人的骄傲有没有听过排汗衣？来，告诉各位，排汗衣是我们台湾人发明的，就是后来年轻人发现我们台湾的纺织业很可惜，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去研发，结果没想到把排汗衣研发出来了。我们等一下很快就到这个什么呢？乳胶工厂其实我要告诉各位你们现在如果到东南亚去很多乳胶是我们台湾怎么样外销出去的，因为我们台湾的工是非常的好。那有一个女的呢，就是在马来西亚买了10万块钱。如果你们在时苏曼如果买过的，真的很划算你们回去算一算，就像昨天呢，
你们去那个台剧在买那些化妆品，你哪去韩国跟台湾来比，你想看嘛？你宁愿买韩国的东西，还是你要买台湾的东西？你看昨天你买多少钱？你这些钱你在韩国，你看能不能买到一个面膜啊？我就这么说而已。所以呢，第一个我们是支持台湾企业嘛。第二个我讲过啊，在台湾啊，你都不用担心，人家实体店面在这个地方。讲得多好，我们当然要支持 NIT 呀、所以各位在韩国购物站不买彩妆，就是爱台湾啦。这一站就是台湾低价团以及邻里团经典的必到景点之一。隔壁就是高雄梦时代。高雄梦时代，我个人认为大家来高雄一定要来逛，一进去还要佩戴参访证，有够正式。反正在6楼，我不如自己爬上去，不用搭电梯。商办大楼我老熟了。搭电梯要排队5分钟，我从1楼走到6楼30秒。各位，我们进片头。日常用品完美景点大集合，蚕丝乳胶购物站。上完厕所，销售员寒暄介绍完，我们就准备进小房间开始销售了。今天大家到这边，这里是高雄台糖的物流园区啦。我们这里有一个全亚洲最大的1200平的3D 彩绘，所以不需要任何的技术，拿手机相机拿进来，它就可以拍得出美美的照片，立体感很强。好，再来就是了解一下我们台湾自己的丝绸纺织。各位，我们到了，准备进站听课。我们今天就来听对，我们里面10几20间的展厅，前面已经有很多台进来了，先先生20间了。如果口渴的话，这边有茶水可以先喝哦。如果没有很口渴没关系，因为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泡养生茶，还有现磨的咖啡给大家。如果早餐还没吃饱的，我们工作人员会烤点心给大家。还有点心吃，这也太好了！乳胶床垫弹力测试，请现场观众上床体验示范。你这样子讲，人家会想歪呀哈。但是我跟你说哈，因为刚刚大家都看到我们做一个实验，在你的背部有放了东西但是你不会有感受到。你用手摸摸看有没有东西，拿出来，帮我拿出来。你看得出来？完全不会试试看的。即便被挑上台当模特儿示范，示范完是会送小礼物的。这点我在其他国家的情趣购物站完全没看过。可以起床了，表演结束了，送一个小礼物给你了，谢谢你做我 model。除了蚕丝棉被加乳胶床垫组要3万以上左右，像房间内他们主打的商品是蚕丝棉被套组，16000多，还送20寸行李箱，就算不要行李箱，也能换枕头之类的。但有些长辈看了喜欢就会下定了。哇塞，这一站卖的棉被床垫其实比东南亚以及大陆的购物站还要便宜。同样这个套组，台湾这边送行李箱，大陆那边的蚕丝购物站还不一定会送，反而还贵3万。那这个档期来这边买最多的都是买这一大组买的最多了。这一大组怎么带？这个床垫1万5，这个被套16800，两样加起来就是多少钱？31800，对不对？31800，你去外面买一个100%的乳胶，有国际认证的买不到。还有，这是我们的产品，还有做一个全除手冲的保护，一般都是有家电做保护，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被套都有提供3个月的保护，你待会去洗了有缩水有褪色都是没问题，你把它变下来就可以。通常是做就好。注意，只有被套才有保护。讲解开始到结束50分钟左右，接下来就进入销售环节，听课的部分就结束了。基本上他们的点心跟茶都准备好了，你也已经可以自由活动了啦。重点是每个人还有小礼物能拿，蚕丝香皂，听了就很高级。反正不只卖棉被寝具，也有卖一些他们自己的周边商品，多元结合销售，而且也是随便你爽爽试用。同时，这里不是只有台湾人会来哦，欧美、越南、韩国、日本团客都会来这里，所以销售间很多，多国销售。你看，他这边还给你那个小杯子蛋糕，每一天来的团客都不一样，但是他都会准备不同的点心跟蛋糕吧，而且他有那个现磨的拿铁跟咖啡都可以喝哦，哇塞，拿铁你要喝多少杯就喝多少杯了，而且他最主要是还送小礼物。我没看过那么大气的购物站，而且他推销也不会那么很强力哦，
我觉得还可以啦。哦，金粉吃蛋糕。来带各位参观他们的完美景点，吃的喝的不能带进去哦，会有工作人员监督。不过我觉得台湾购物站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仅有免费茶点无限使用，还会结合完美景点一起。像这个3D 特展，直接将购物站结合成必逛景点，升华一个档次。这完美景点，自由行散客来这边也 OK， 没有限制谁不能来，但就是要事先预约，自己搜寻高雄时空之城。国外有些购物站就根本是卖东西的，环境其实很傻眼，而且不一定会送东西。但其实台湾购物站文化比其他国家还要来得源远流长。早在陆客大举来台之前，台湾本土的游览车文化和进香团就已经把这套模式玩得炉火纯青了。从早期车上的工商服务、卖药膏、卖鹿茸酒，到中途停靠特定休息站买名产，这套上车睡觉、下车尿尿、顺便买药的商业模式，早就深植在台湾的旅游基因。正因为台湾是购物站文化输出国，始祖级地位，所以从强迫消费改良成休闲娱乐，算是比较迎合大众口味了。基本上我先前历经大陆、韩国地价团以后，东南亚国家以及台湾都已经是相当佛系，算得上是无脑爽团。至于这一站销售力度，爱买不买其实随便，基本上没有什么强迫推销或限制人身自由。我爱开门出去就开门出去，有小点心又有咖啡，休息区也精致，又结合完美景点，还送伴手礼，这点其他国家购物站怎么比？虽然这些都是团客福利，团进团出还有，自由行散客就不一定了。很可惜这一站我没买，里面东西真的让我好后悔没有买到，太可惜了。基本上除了讲解乳胶床垫，还有蚕丝棉被以及它的周边商品。至于里面卖的棉被寝具好不好，这个我不知道。Google 评价很透明，他们敢开给大家看，大家都会尝。见言之穷，贵没有卖。这一站2小时不到就出来了。下雨了，刚好要吃中餐了，出发前往下一站。台南呢，也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就是应该讲说历史古城啊。然后1府2路3艋甲哦，以前就这么说。因为最早的时候，台南就是台南府，它就是我们台湾的行政中心。哦，那后来什么时候移到台北的？就是在1919年的时候，把行政中心，就是日据时代的时候，日本总督府去盖了现在的总统府。哦，那个就是在1919年的时候建的哈，也是当时呢台湾的最高楼5层楼。哦，我们即将抵达台南。嗨，各位，现在我们来到那个波华街的永乐市场，好，那导游给我们1小时又30分钟的时间，在这边用自理餐。哎，他说这边是那个台南的美食市场啊，哦，一条街全部都是吃的喝的这样子。好，那等一下就来看看，听说台南口味偏甜。基本上这里很多人都有介绍过。炒鳝鱼这一摊用餐时段会排队排得要死，除非你是特地有时间等，不然一般我们这种有时间限制的团客就别尝试了。但来这边看他们炒的过程是蛮值得的，情绪价值给满满，大收割包，排队翻桌率很快，看得到吃得到，内用还有肉汤可以配，这间蛮棒。不喜欢吃猪舌还可以选猪肉，很好吃。买了芋头馒头，买回家还能蒸来吃，馒头很好吃。其实时间还够，除了永乐市场，附近还有一间西门浅草西市场也不错逛。其实这间有100年历史了，但整体已经更新过，改成文青风。厕所免费又干净，还蛮有历史人文雅韵的。不过来这边逛逛是不错，买吃的喝的就看你愿不愿意接受那价格了。时间差不多了，该上车了。接下来要去台版迪士尼筑梦城堡了。这个筑梦城堡是怎么来的哈？因为这个呢，这个建筑师呢，其实他有参与过上海的迪士尼，而且他从小他就有那个梦想，想要自己有一个城堡，像迪士尼那样子。所以他当时呢有去上海呢参与过，所以他回来之后呢，他就想要盖一个这个，所以呢他就终于呢在这个地方呢完成他的梦想。
所以叫做逐梦城堡。各位，我们到了台版迪士尼。欧乐沃逐梦城堡，进来要花钱买门票哦，差不多1张电影票价格。但身障人士跟陪同的人有半价优惠，里面停车要收费，不喜欢收费的可以去外面停，再走路过来。我说的外面停，不是外面的停车场，因为外面停车场好像更贵。各位，我们准备入园参观了，外面还有厕所给我们使用，真方便。安排了小帅哥为我们讲解介绍非常经典的产品后，来，第一个叫做生巧克力，第二个叫做美香金砖，第三个叫做可可能量棒后。好，那这3样都是非常好吃的。地上这里有一盘黑色一颗一颗的后，来，这个就是可可豆，把它烘干之后冷却去壳的样子哦。好，慢慢往前走，等一下往前看哦，来，有两台长得很一样的机器后，来，这2台叫做研磨机，后面叫做精炼机后，来，我们会把可可豆丢进来研磨机里面打碎研磨成浆，这间是我们的生产室后，来后面正在切割的这一盘叫做生巧克力后，我们会把它撒上一层防潮的可可粉后，来用这个一条一条的叫做钢线后，把它压下去之后呢，我就会切割成一块一块的生巧肉。好，那前面是生产室，那后面这一间是包装室后，来包好的巧克力就会送到卖场成为商品了后。好，慢慢往前走，等一下往里面看后，还非常多人在这里后，来这里是叫做 DIY 的地方，来图片上面这里有6颗巧克力，6棵树旁边的木脚走过去就会抵达了后，那么往前走就这个活动了，谢谢各位，我们在这里做结束哦。其实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里面的伴手礼贩售区。这里大家都说是台湾版的迪士尼，外观像，其实它不是游乐园，它是超大型巧克力观光工厂。它的核心其实是展示可可文化、巧克力制成以及超大坪数的伴手礼与餐饮贩售区。本质上，它就是台湾观光工厂文化的救急华丽进化版。嘉义、大林这里有蛮多类似的城堡，然后城堡都喜欢卖巧克力，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也很爱卖巧克力。这里没有云霄飞车或游行，唯一的游乐设施只有门口的旋转木马，要付钱。这里其实很漂亮的，有人觉得不用特地去真正的迪士尼，这里就能拍出相同质感的美照，环境是真的不错的。因为有些服装是你住在台湾才方便穿，也不方便带去国外拍，那就干脆在这边拍好了。有冷热饮水机，帮小朋友泡牛奶也方便。不想吃巧克力，在普佛旺斯小镇这一区，这里也有价格合理的咖啡轻食店。附近也有其他城堡，像是主打巴洛克宫廷风的佐登尼斯城堡和希腊纯白风的盖亚庄园，距离都非常近，开车转个弯就到了。基本上嘉义大林这一区都是开车就能到的观光工厂地带，这一站超适合拍照，没出国来这边拍美照的话是很超值的。这里的巧克力我没买，真的好可惜哦。基本上我也不想买。那我看了一下哈，成人票1张要250。那他进去之后呢，就是你如果有买票进场的话呢，巧克力商店啊，消费200，他给你折抵25。他这边带小朋友进来很适合啦，因为这边拍美照什么的都很方便。好，那至于吃的部分呢，那就不用再去计较了。时间到，准备上车了。跟团的朋友来这边，除了附赠门票，还有送巧克力当见面礼。因为其他自由行散客都要做任务才能拿到，团客是直接送。前往下一站台中逢甲夜市。逢甲国际观光夜市，这是所有外国人、外地人到台中后必逛的夜市之一。摊贩部分讲韩日语、中英文都通，价格透明，很多经典台湾小吃、国际小吃这里都有。附近是逢甲大学，基本上逢甲学生只有新生才逛逢甲夜市。然后他们都吃这一条街卖的居多，价格就比较实惠亲民。其实我也是随便乱找的，我都是在文华路这边找东西吃，也就是俗称的在地学餐街。这里虽然没有逢甲夜市这么国际化，各国小吃有六色，但至少这里的炸鸡以及饭面价格都很实惠。逢甲夜市对国外观光客很友善，沟通部分还有英语服务。基本上中英日韩语在逢甲夜市沟通绝对没问题，毕竟台湾是最早将夜市文化发扬光大的国家之一。反正夜市随便吃都要破百，不如来吃点有情绪价值的店好，反正价格都差不多。这一餐是卤肉饭配猪排，吃饱喝足回饭店。
今天晚上入住4星级的文华道会馆，距离逢甲夜市走路几分钟而已。虽然没有饭店的门面跟气派，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娱乐设施应有尽有。这边除了能泡脚，前面就是跑步机。饭店有 SPA 这不稀奇，但居然有塔罗占卜，这也太神奇了。好，来看一下那个文华道会馆的饭店怎么样？饭店开箱环节。里面有东西吗？空的，放东西。好，来我看一下。哦，备品很齐全呢，有茶哦，这个好，这个好，咖啡也是3合1的。你看曼特宁风味，哇，这个小杯杯看了就很想带回家，不过我不喜欢。热水壶新的，哎，因为环保的关系哈，水他给你一个冷水壶，要自己去外面饮水机装。吹风机，哎，这台风力很强哦，可以啦。好，冰箱有没有东西？啊，送3瓶小饮料，不错啊 ，fin 啊，啊。柜子里面有什么？来看一下。哎，来，饭店标语说哈，禁止将拖鞋穿入浴室内。没办法，这穿了就会湿了，这是纸拖鞋。衣架什么有啦 ，OK 啦。它这边 B2 就有洗衣房哦 ，B2 有自助洗衣，可以让你自己去洗衣服。好，这些不需要。来，啊，这桌子办公桌够用啦，行李架可以。来，浴室来，哇，这个很大间呢，比我昨天住的还大间。哇，看看这边，哇，水的流速还可以啦，有沐浴乳，哎，这是洗发精跟沐浴乳2合1啊，这个是润发乳。好，哎，各位看是不是少了点什么？怎么台面那么干净？好，因为饭店啊。要环保的关系哈，没有提供备品了。备品你要去跟柜台买的话，一支10块，但是这边酒店、饭店它提供的东西是说你只要加入他们的会员，他就会送你一次性的成人备品这样子。嘿，牙膏、牙刷跟那个梳子，大概就这些而已。不然如果你要自己买的话，跟柜台买一支10块。毛巾都有哈。对，我们是3人房，所以3个人合理啦。那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室外窗，哦，不错啦，通风的哦，不错不错，外面就可以看得到逢甲夜市了啊。来，把它关起来，哦，用不到，不会臭。来，我们看马桶正不正常，听声音就知道了哈。检查完毕，正常的。好，来，我们这次房型3人房的话，是1张大床，然后1张小床。这个毋庸置疑，应该是我妹在睡了。哦，那这个床我们要看一下它软不软，硬不硬。好，那正常啊，可以睡。好，检查一下床底下有没有东西哈。OK。好，正常。好，那我们文华道酒店开箱完毕。不错啦，取电的部分不是晶片感应，插我的蛋卷冰淇淋卡可以过关，居然还有贴心附赠耳塞。各位晚安，我要睡了。大家早安，第3天也是最后一天，我们边吃早餐边一起整理今天的行程。文华道的饭店早餐真的很用心，挺不错的。今天早上我们要出发到台中的清水眷村，看看农民老兵们以前生活的地方。旁边就是港区艺术中心，其实就在隔壁，走路就到，也会一起参观。中午要去梧栖观光渔港，我
同时中餐也是在那边自理，花钱吃自己，也顺便体验观光渔港的风光。最后的行程就是去农场采番茄。不过这项行程是免费入场参观，但却是自费采摘。最后整趟行程就正式结束，回家。这2天体验下来，没有人在游览车上。台湾的饭店早餐其实都做得很地道，营养又好吃。国外有些饭店完全没办法跟台湾比。有时候你欢天喜地的去国外住某些5星饭店，会发现吃来吃去口味还是没有台湾的好。吃饱喝足，我们出发。每天都要早上7点多起床，跟团的好处就是调整作息。下一站到了，但是呢是这边台中清水眷村。台湾有很多眷村，其居民绝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大陆各省的外省人及眷属。因为第2次国共内战失利而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徙至台湾，眷村就是专门盖给这些人住的，我们都叫这些人为农民伯伯。像台中清水这里，前身是空军眷村，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没有被过度商业化，不像有些眷村塞满了文创商店跟咖啡厅。清水眷村比较多半倾颓为废墟的原始面貌，基本上这里就是给大家拍拍照的地方。港区艺术中心，从眷村过个马路走过去就是港区艺术中心，这里占地超广，充斥传统闽南式建筑群，有时候很多活动跟园游会会在这边举办。刚好今天在举行义卖活动，看到价格贵别觉得被坑了，因为这些都是公益价，是可以帮助人的价格。这2个景点都是免费的。时间差不多了，上车前往下一站。一般我们台中来这都会来这边吃比较多，因为这边的价格呢会比较公道，不像有的地方它会给你抬高价钱。无期观光渔港，这一餐给我们在这边用餐，自理餐，因为离刚刚清水眷村很近，是顺路过来的。这里有3个地方比较引人注目。生鲜渔获区，虽然是渔港，给人感觉产地直销应该很便宜，但因为这里已经是成熟的观光渔港，价格其实水很深。如果不熟海鲜行情，建议逛逛就好。穷鬼只懂菜价，只懂菜市场行情。在这边买海鲜，公称很重要，这是人确认摊贩有没有偷斤减两的方法之一。熟食小吃区，这边价格还挺合理，逛逛吃吃是不错的。红薯饼好吃，甘蔗汁好喝。外围也有其他摊位能看能买，这里能做的地方就比较少了。10元的臭豆腐，粉丝们来一点。还有猪血糕，这里也有餐厅，来这边买海鲜可以现买现做，请店家代客料理，也可以点菜，很方便。干货伴手礼区，卖鱼酥、鱿鱼丝、虾饼的摊位非常多，试吃也是给的毫不手软。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里有便利商店，这一站买到的东西可以去里面吃。这边厕所比较旧，不习惯的就去停车场那间上，比较新。这一餐虽然没有大鱼大肉，但吃吃小吃是不错的，因为预算的关系。我们出发前往下一站。番茄农场到了，金永番茄农场。这一站说可以给我们采番茄，但其实采番茄要自己出钱。但这边充分展现了跟团的好处，就是会安排一场工商服务时间。听完讲解以后，接着请大家去试吃番茄。要注意哦，是桌上一盘，不是每人一盘，浅尝几口止饿一下是 OK 啦。接着工商服务时间结束，然后看大家要去采番茄还是怎样，随便你。基本上你采多少就按多少重量算钱，也可以现场买现场吃啦。基本上我就是现场买现场吃，因为自己采回家的不一定比现场的好吃，干脆这里吃就好。这一站很多人要是喜欢也会心动，毕竟谁都喜欢这种可以吃的饱食。不过这里不用门票，是免费入场的，就当来上厕所看彩虹番茄，这点还是挺不错的。虽然这边很像菜市场，一路上也是试吃试喝，卖各式杂货干货，价格的部分就见仁见智。最后一站让大家大丰收，满满欢喜回家。来这边就是要采番茄啊，因为像整座园区啊，它有草莓，然后又有那个番茄但其实看来看去好像我也不会采，所以我采了这些。来这边采番茄要钱，可是你摸番茄不用钱哦。哇，这种颜色多摸几下都不会收你钱记得不要采摘
上车后，接着就是把大家送回下车点。其实台湾这3天2夜的行程，有游览车带你从北到南游览，而且都是在地美食街用餐，一半免费的景点以及一半付费的景点，购物站的感受也不会令人压力大，而且还有不错的饭店能住，价格属实划算，但一定要2人一起去，1个人来就要加费了。但如果是3人出来玩，还得负担加床的费用，这点在其他国家即使是3人出发也不会加价。而且有些景点就是你不买纪念品，反而还怪怪的那种，会徒增不少隐形消费。不过这就是台湾旅游的魅力所在。好了，我是穷鬼，我们下支影片见。台湾太棒了！